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爱猫档案。朋友们，一晃夏天就来了。对于加拿大的小伙伴来说呢，这短短几个月的夏天是无比珍贵的。大家有什么在夏天比较喜欢的休闲娱乐呢？划船、游泳、钓鱼、漂流还是露营？像我最近就经常去露营。当然最方便实现的莫过于后院来顿小烧烤。在树荫下或者晚霞中，这么一箱冰啤酒，几盘瓜果、肉串、牛排、烤肠，在妖艳的火苗上滋滋作响，肉香和人间烟火飘散，音乐和欢声笑语齐飞，大家呼朋唤友，胡吃海喝，想想就惬意。而今天的故事呢，就开始于这样一场愉快的家庭烧烤聚会，里面的两位男主从一开始开开心心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却终结于一场37刀的恐怖杀戮。更不可思议的是作案动机，因为其中一方想要强行掰弯钢铁直男，导致对方恐同症发作，引发血案。来，给大家5秒钟来看一下在凶案前10分钟拍下的这张合影，猜猜看，这两个人中谁才是那个想要强人所难，难上加难的那一个？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起烧烤血案。2013年的初夏，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卡尔加里市，比起频频在我们节目中出镜的温哥华、多伦多，卡尔加里的存在相对较低，就连很多的加拿大本国人提起那嘎达，也都是红脖子、挖石油、穿着土气、喜欢开大卡车等等的刻板印象。除了地下的石油呢，这里其实还出产全加拿大最肥美的牛羊肉，保留着牛仔放牧的传统，加上落基山脉的绝美风光，以至于当年大导演李安拍摄《断背山》的时候，放牧羊群的外景就选在了距离卡尔加里不远的北部山区。因此卡尔加里也成为了肉类消耗最多的地方，尤其是原汁原味、粗犷豪迈的烧烤更是受人青睐。可以说在这儿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么就请来2顿。也许是受到这样的美食美景的吸引，咱们今天要讲的男主之一 Craig 大学毕业以后就离开了自己出生长大的加东海岸小镇，横跨了整个大陆，来到卡尔加里当了一名中学老师。咱们下面就叫他为教师哥吧。教师哥呢，为人和善热心，教学之余还义务兼职了学校曲棍球队的教练，很受学生们的喜爱。而且他还跟同校的一名年轻女教师谈起了恋爱。两人结婚后不久呢，老婆就怀上了孩子。可惜的是，宝宝的到来却没能成为两人婚姻的粘合剂。女方身体的荷尔蒙变化，男方要一人工作养家的压力，让两个人开始矛盾不断。而孩子出生以后，两个人的关系也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最后他们还是在孩子才刚刚满月的时候就协议分居，孩子的抚养呢由两个人共同承担。回归了单身的教师哥，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消沉之后，还是逐渐的振作起来，认真工作，努力带娃，新交了一个女友，贷款在市郊买了一处房产，还养了一条小狗。比起其他大城市卡尔加里10年前的房价简直可以说是白菜价，再加上税呢也是加拿大最低，这让很多跟他一样才工作几年的年轻人也能轻松买房。而这又是一处1年前才刚刚完工的新社区，以联排别墅为主，室内的装修结构也走的是现代简约风，于是更是深受那些刚组建家庭的小夫妻的青睐。放眼望去充满了活力。也就是在这儿，教师哥认识了住在同一条街的 Nicholas Raspberry。 这个人的姓氏很特别就跟超市里买的那个树莓一样，所以咱们姑且就叫他梅哥。梅哥25岁，已经结婚2年，在一家石油开采公司工作。他半年前就搬进了这个社区，因为性格开朗，再加上工作清闲，梅哥很快就成了社区活动中的积极分子，不管是约饭还是打球，都能看见他的身影。他在教师哥搬过来的第1天呢，就屁颠屁颠的跑过来，要来个后院 barbecue， 说是要给教师哥庆贺一下乔迁新居。教师哥和女友看着这一屋子还没拆封的箱子，客气的婉拒了对方。谁知道下午梅哥居然带着肉串和啤酒又登了门，看来这顿小烧烤是不吃不行了。不过好在这天孩子在前妻那儿，女友呢也算通情达理，于是教师哥放下了手里的事情，拖出了后院的烤炉，和梅哥边烤边喝。几杯酒下肚以后，两个人也就熟络了起来，谈天说地，越聊越嗨。没多久教师哥的女友和梅哥的老婆也加入进来。
再加上另外一家隔壁邻居夫妇，6个人不大不小的小院里，一时间是热闹非凡。就这么一路从下午吃吃喝喝的，到了晚上，梅哥邀请大家去他家看冰球，这也算是另外一个加拿大人的日常娱乐标配了。不过另外一家人觉得已经喝得有点上头了，就先告辞回家休息。梅哥的房子离教师哥他们家呢就只隔了2栋楼，所以教师哥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反正就这么几步路，也不用开车，去人家家坐坐也无妨嘛。梅哥你别看年纪不大呀，但是家里装修的却非常豪华，不仅有大屏幕电视，酒柜里也是满满的塞满了好酒。4个人呢边看球边喝起了下半场。不一会儿梅哥老婆不胜酒力，还没等比赛结束就先上楼睡觉去了。不久后，教师哥的女友也说自己得回家遛狗，临行前呢用手机给2个人拍下了这最后的一张照片。其中右边高个子的这个是梅哥，而被他捏着脸吐舌头的就是一看就已经喝高了的教师哥。20多分钟之后，正带着狗狗溜达的教师哥女友突然听见路上警笛声大作，救护车警车飞驰而来，就停在了梅哥家的大门口。女友的第一反应是，天啊，这俩可别是喝出什么毛病来了吧。可是事实呢却比他想象的严重的多。只见救护人员用担架从屋里抬出了一个人，一动不动，浓重的血腥味隔着几米都能闻见。而另一边呢，则是情绪激动大声嚷嚷着的梅哥。他身穿一件灰色的连帽卫衣，袖子和前胸都有很多血，他的一双手更是完全被染红。尽管他说的话有些语无伦次，但是有一句却非常清晰且重复了多遍，那就是 I f***ing killed him。 一听这话，警察马上就给梅哥戴上了手铐，把还是一身酒气的他带到了警察局。经检测他体内的酒精含量高达 0.5， 是允许驾驶值的6倍有余。而在现场发现时呢，已经死亡的教师哥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值。也就是说当时2人处于一个重度醉酒的状态。不过酒精却不是教师哥死亡的原因。法医在他身上发现了总共37处深浅不一的刀口，大多是在前胸和颈部，也有一些在手臂和后背。被扎成了筛子的教师哥死于失血过多。让法医觉得不同寻常的是这些伤口不仅是角度和深度都不同，就连宽度都不一致。如果不是使用的是某种有变形功能的道具，那就只可能是有超过1把的凶器。那这一点呢，在随后的搜证中被得到了证实。警察在现场一共发现了3把染血的厨刀，前2把整个断开了，只剩下了刀柄，而最长的第3把则是弯折了将近90度。要么这家买的刀都是些质量不佳的伪劣产品，要么就是这个持刀人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儿连换3把刀，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而梅哥呢，明显属于后者。根据现场的血迹还原，教师哥身上有多处心跳已经停止以后的死后伤，而且这几刀扎的都很深。由此可以推断凶手作案的时候还带着一种深深的泄愤的心理。警察在教师哥女友的手机上找到了那张2人最后的合影，上面显示的拍摄时间呢是晚上的10点46分，而911接线员在11点左右就收到了梅哥自己打过来的报警电话，说他杀了人。911 for what city? Hello? Hey, need the ambulance right now. Okay, are you calling from Calgary? Yes, there's a guy stabbed multiple times by me. Oh my god. 那么在这短短的10多分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俩人从好兄弟两肋插刀变成了怒插对方30多刀呢？对此梅哥语出惊人，说他是个变态，他想要强暴我，还企图强暴我老婆，我也是为了保住自己不被插，这才先手插了他。根据梅哥的描述那天晚上自己跟教师哥才刚独处没几分钟，对方就开始对他动手动脚，实施男性骚扰。梅哥一见这架势，酒也醒了一大半，坚决 say no。 谁知呢，这教师男并没有就此打住，反而一把揪着他的衣领，把他从沙发上拎了起来，推到了一边的吧台旁边，捏着拳头威胁说他如果不从的话，不仅是现在就要办了他，等会儿还要上楼去办梅哥正在睡觉的老婆。一听到不仅自己要遭到凌辱，连老婆也会连带受辱，梅哥顿时小宇宙爆发，暴起反抗，跟他扭打在了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呢，梅哥摸到了吧台上一把切柠檬的刀子，想也没想就对教师哥扎了过去。教师哥吃痛松手，梅哥对着他又是连着几下，直到刀子断到只剩刀柄。
然后他冲到厨房，抓起了另一把厨刀，继续对着对方一通输出。用梅哥的话来说，他当时脑子里嗡嗡的，只想着要做掉教师哥，保护自己，更要保护老婆。所以除了前几刀有点印象之外之后都是机械性的重复动作，甚至连第2把刀什么时候断了，又如何换成了第3把刀，都完全不记得了。似乎大脑完全屏蔽了那部分的血腥记忆，直到看到对方一动不动，血流了一地，才终于意识到可能是出了人命，于是打电话给警察自首。他的这个描述呢，再加上警方对现场的还原，基本可以认定梅哥杀害教师哥是板上钉钉，没有任何的异议。案件争议只能出现在杀人动机上。如果如梅哥所说是因为对方强人所难引发，那么这事儿就能从2级谋杀变成自卫杀人，量刑也会从最高终身监禁变成无罪释放。随着媒体的报道，这个小伙化身护妻狂魔37刀怒杀变态的案件很快就震惊了整个卡尔加里，也同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首先是死者的同事们以及他教过的学生们对此都发出了质疑，说教师哥性格温和，乐于助人，常常是自掏腰包给那些家境不好囊中羞涩的学生们交午餐费、校运动队队服的服装费等等。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好人，你说他会突然兽性大发，企图强暴邻居2口子，这到底哪儿跟哪儿啊？他的家人们更是站在了他这边。教师哥的女友说尽管2个人只有短短交往的2个月时间，但是他绝对是个直男妥妥的异性恋。教师哥远在家东的父母也说，儿子3观正直，不仅从来不会强迫别人干不喜欢的事儿，而且对恃强凌弱更是深恶痛绝，不然也不会选择当教师。就连他那个已经分手的前妻也站出来表示，他是一个善良的连苍蝇都不会打的人，更是一个好爸爸。俩人分手的原因很多，但绝对不是因为性取向。只能说分手才能见人品，连前妻都这么说，可见教师哥平日的表现和梅哥描述的是多么的大相径庭。可是梅哥那边也毫不示弱，他和他请来的律师在社交媒体上怒怼那些教师哥的支持者，你们没看见不等于没有，知人知面不知心道貌岸然但是私底下烂透了的人也不是没有。这就跟彗星撞地球一样，概率的确是小，但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同时也有不少人站在梅哥这边，认为他做得对，说男性骚扰这个事儿无论是伤害性和侮辱性都属于顶格，捅他37刀算是少的，碎尸万段挫骨扬灰都不为过。这儿就来多说一句本案发生的阿尔伯塔省了。作为一个石油工人、牛仔、大卡车司机职业扎堆的地方，这儿的民风呢相对更加保守，男性审美也更倾向于那种我 man 我光荣的糙爷们风。比起1到6月就各处拉起彩虹旗的安大略，拥有全美最炫大游行的魁北克，人口排名第4的阿尔伯塔，直到2009年才把性取向平等纳入到人权法典中，是全家最后通过的一个省级地区。而哪怕是法律规定了禁止歧视同性恋，过去的几次民调都依然显示，阿省居民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依然全国垫底，而自认有恐同症的人比例也是远远领先于其他地方，尤其集中在全省的最大城市，也就是这次案件发生的卡尔加里。那什么叫恐同症呢？这其实指的是在有些钢铁直男眼里觉得同性恋不仅是染指甲、涂口红的娘炮，而且还个个饥渴，看见男的就想上。于是他们会对同性恋不由自主地心生厌恶、鄙视、反感，甚至仇恨等一系列的负面情绪，轻则语言霸凌，重则直接上手，要把对方从自己身边暴力消耗。当年李安导演选在这儿拍摄《断背山》实在是眼光老道而毒辣。而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桩凶杀案很快就变成了症状或轻或重的恐同症患者网上对掐反歧视同性恋主义者，而夹在中间的教师哥家属们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们都已经反复强调了，他不是同性恋，这到底谁才是友军啊？而警方之后给出的调查报告却更是让人觉得疑点重重。首先是教师哥的手臂处有多处抵抗伤，背上呢也有2处伤口，而梅哥全身上下只有膝盖有一处轻微的淤伤。现场地面的脚印也显示教师男在前逃，而梅哥在后追，斑斑点点的血迹从客厅延续到门口。最重要的是2个人在被警察发现时都衣着完好，尤其是教师男不仅裤子拉链都好好拉着，还整齐地系着皮带呢。
梅哥对警察说的可是对方淫魔附体，想要对他暴力侵犯，但是在打斗中被反杀。那这裤子都没脱，哪儿来的难上加难啊？但是梅哥和他请来的律师则表示，教师男的语言威胁也是一种威胁啊。对于一个有严重恐同症的直男来说，听见一个男的要跟他上床，那简直跟听到对方要杀他全家一样，分分钟会产生过激反应。所以啊，梅哥当时的做法也只是对自己对老婆的一种保护行为。可是梅哥真的就是他口中所说的是那种被同志摸一下就恨不能要把对方的手剁下来的重度恐同吗？有人在网上找到了一段30多秒，名字叫 Nick Raspberry Halloween 06的视频。前半句啊是梅哥的名字，后面是日期，意思就是2006年的万圣节。由于视频是10多年前所拍，所以图像和声音呢都非常的粗糙且模糊，但还是能看出那个穿着红色夹克、红色短裤、戴墨镜的男人，身材相貌都和这次杀人的梅哥非常相似。在这段视频中啊，这个疑似梅哥的人和2个男人激情热舞，还做出了非常有性暗示的各种动作，全程看起来玩得很嗨很主动，哪有半点恐同的影子呀？这个视频啊被流传开来以后，舆论大哗。梅哥方面保持了沉默，不承认也不否认里面的人是他。而一些支持他的人则说啊，如果算算时间，那时候梅哥也才不过18呀，年轻人起哄闹着玩也是常事儿，谁能保证在那以后的7年多时间里，梅哥没遇到过什么事情让他开始恐同啊？感情梅哥这个恐同啊，可以算作是薛定谔的恐同，在他那一刀刺下去之前，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恐不恐。除开这些性取向的争议啊，本案还有一个很棘手的地方，那就是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证人，自始至终都只有梅哥的一面之词。不过严格的说啊，本案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个证人的，那就是梅哥那个一直在2楼睡觉的老婆梅姐。但是她的状态呢，却非常的令人费解。当警察在卧室里找到她的时候，她正蒙着头呼呼大睡，又是推又是喊，折腾了好一阵才把她给叫醒。而她在听说楼下出了人命案之后，也是一副睡眼朦胧、脑袋放空的状态，隔了好几分钟才憋出了一句话：“你们不是在逗我玩吧？”要知道，梅哥和教师哥扭打的过程中，撞翻了好几个大件家具，惨叫呼救的声音连隔壁邻居都惊动了，更别说之后警笛大作呼啸而来的大批警车、救护车，以及穿着大皮靴在屋里咚咚咚到处走的警察大哥们了。这么大动静持续了半小时，居然没把您吵醒，这哪是睡觉啊，分明是人事不醒了呀！也正是觉得这事蹊跷，法医给梅姐抽血做了一次测试，结果发现她体内不仅同样酒精明显超标，还有强力安眠药成分，也难怪她能做到泰山崩顶依然大睡。可是梅姐却否认了那晚自己吃了安眠药，毕竟安眠药加酒这一波送走啊，这点常识她还是有的，不可能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教师哥偷偷给他下了药，想要趁他熟睡意图不轨呢？这点呀，其实从逻辑上也说不通啊。如果教师哥真的要下药干坏事，那应该是把梅哥梅姐一起放倒才对啊，光把女的给要翻了，剩了个身体强壮的男人，难道真的就要来个知难而上吗？那这个安眠药到底是谁下的呢？警察继续深入调查，发现梅哥啊，在半年前曾经被公派去欧洲出差了2周，于是他借口需要倒时差，找到自己的家庭医生，开出了处方类的安眠药。这个药的成分和梅姐体内发现的相符，而且也在梅哥的床头柜里发现了还没吃完的药和药瓶。这就奇怪了，难道说梅哥自己给自己的老婆下了药吗？那他这又是图什么呢？警方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呀，但是脑洞很大的网友们却有话说了。嘿，这明显是嫌他老婆在旁边碍事儿啊！之前梅哥口口声声说的是教师哥对他进行性骚扰，他气愤不过，奋起反击。但是这事儿啊，如果反过来，同样说得通啊。兴许是这俩人在整个烧烤喝酒的过程中，举止行为呢有一些亲昵暧昧，给了梅哥一种错觉，搞不好这教师哥也是个深藏不露的贵中人啊。他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分分钟就能来段断背情。于是啊，他就想法子给老婆的酒里下了点药，让他上楼睡觉，给自己和教师男创造独处的机会。结果谁知道他会错了意，教师哥不仅真就是个钢铁直男，义正言辞地拒绝了要跟他来场击剑，还当时就翻脸闹了起来，
可能在气头上还说了类似骗婚死基佬，我要告诉你老婆之类的话。之前也说过，梅哥在这社区大小也算个人物，活动的积极分子，还稳稳立住了自己爱妻顾家好男人的人设。万一踢爆是个骗婚深贵，名声家庭分分钟就要玩完。于是他在恐惧、愤怒和酒精的多重驱使下，跟教师哥扭打了起来。可能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太多，单纯就是上了头想打一架发泄一下。谁知对方年轻力壮，能打能扛，打着打着颇占上风。而梅哥因为在自家地盘上熟悉装备位置，于是顺手抓了把刀子，反手就是一刀。见血以后他不但没有就此收手，反而在暴力血腥的刺激下狂刺对方30多刀，最终酿成惨案。再结合之前那个充满了同性恋性暗示的视频，只能说梅哥才是越看越像那个想要强人所难的人。于是警方在经过仔细的调查后，对梅哥提出了2级谋杀的指控。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又出现了另一个变数，那就是梅哥是个富二代。根据当地媒体的爆料，梅哥的妈有个富甲一方的娘家，卡尔加里城里一半的酒吧都是他家开的，而另一半则要从他那儿进货。这也可能是为什么他才18岁就酒瓶子不离手，之后更是无酒不欢，逢喝必醉。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平日里看起来好像无所事事，但是却衣食无忧，家里装修豪华。而这次惹上了人命官司，父母更是豁出去要保他平安，不仅是给他请了当地最好最出名也最贵的刑案辩护律师，还毫不犹豫地给出了200万的保释金，其中100万还是现金。律师在全面分析了案情以后，觉得同性强暴未果自卫杀人这个理由已经被各种反转搅成了一滩烂泥，到底是谁想要强上谁都说不清楚，所以还不如退而求其次，从激情杀人上来进行辩护，哪怕无法做到让他当庭无罪释放少蹲几年大牢也是好的。不得不说这个律师是打的一手好牌，因为激情杀人属于激情犯罪的一种，指的是被告原本没有任何的杀人动机，但是在被害人的刺激或者挑逗下失去理智，情绪失控而将他人杀死。几乎每一条都能完美的放进这个案子里，唯一缺失的一点就是无法证明教师哥到底跟梅哥说了什么或者干了什么让他大受刺激。可这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教师哥也不可能从坟里爬出来给自己辩解了。控方检察官却觉得这事简直是岂有此理，因为你想如果将这个案件中的性别转化一下，是一个男的想要对一个女子动手动脚而被拒绝，女子反抗中激怒了男子，最后被对方37刀捅死，难道会因为女子言语过激而对杀人的男子进行轻判吗？怎么这事一旦成了男的对男的，就成了罪不可赦但是情有可原了呢？可是辩方律师却表示对呀，男女就是有别呀。别的不说，教师男那个体格本来就会对梅哥产生一种心理压迫感，换别人激情起来可能是对骂，但是梅哥激情起来动刀也没毛病。他还指出教师哥尽管身中30多刀，但是只有2刀是致命伤，说明梅哥当时处于一个极度慌乱的情绪中，而这种慌乱让他失去了理智和判断力。而另一点连控方都不得不承认的是案发时2个人都是处于一个严重醉酒的状态。俗话说酒壮怂人胆，有可能在酒精的作用下，双方都做出了语言或者肢体上的过激行为，一步一步火上浇油，最终酿成惨案。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考虑到民众对同性行为的接受程度不同，本案又发生在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社会环境下，控辩双方最终达成一致，不进行陪审团的审判，而由法官一个人来裁定。而权衡了双方提供的证据后，法官最终决定判处被告梅哥误杀罪成立。理由是法官相信教师哥做过某种刺激到梅哥的行为，可能是说者无意，但是却低估了对方的冲动性格，所以应该算是误杀而不是谋杀。最终梅哥被判入狱7年。得知这个结果，教师哥的家人朋友悲愤交加，尤其是他的老母亲更是言语犀利地指出，法律本该是公平的，但是梅哥一家用钱把它垫成了不公平。不过他家的钱也不是万能的，梅哥的老婆在判决还没下来之前就跟他离了婚，也许性取向什么的都还是小，他偷偷给老婆下安眠药的行为才是想想都觉得后怕。梅哥再有钱又能怎样呢？有钱拿没命花，那才是真的亏啊。
梅哥在坐牢5年以后就得到了假释，但是却在出狱2个月后又因为酒驾被捕。而他这次被抓的时候，他爹妈也在同一个车里，他们表示对儿子喝了酒是知情的，但是觉得无所谓啊，反正圣诞节假期嘛，喝上几杯又无妨。只能说啊，这家人真是诠释了什么叫上梁不正下梁歪。而这次他家的超能力也没保住他，他又被送往监狱服刑。这次法官要求他一定要做满之前判的那7年，少1天都不行。而教师哥这边呢，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在他去世的时候，儿子才5个月大，在襁褓之中就永远的失去了父亲。为了帮助他们一家渡过难关，也是想要孩子长大以后更多的了解到父亲的为人，于是他任教的学校师生自发的开展了一次非常特殊的募捐活动，他们要打破室内曲棍球的吉尼斯纪录。听到了这个消息啊，那些曾经受到过教师哥帮助的已经毕业了的学生也纷纷回归，在学校的运动馆里轮番上阵，最终以连续比赛60个小时的成绩创造了新的纪录，也为此呢筹到了3万多加币的捐款。这份记录被永久地陈列在运动场里，下面还用烫金写下了一行字：以此荣誉献给 Craig， 一个好老师，一个好父亲，一个好人。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每个经过这儿的人都能看见，在那场命案过去10年之后，死了的人还活在人们心中，而那个活着的却早已经死了。感谢收看 M2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支持一下。咱们下期再见。